作为拥有 1080P 单眼分辨率、36度 FOV 大小，包括600尼特的最高入眼亮度和8+128GB 的运雷程配置的这个荧幕 Air3是目前性能最强的消费者端光波导一体机。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毋庸置疑的。当然，它依然是受到现阶段智能眼镜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性能啊、佩戴以及续航的这个制约。当它在性能上就是远远超过同期市面产品的时候，必然会在佩戴续航上就有所缺憾。不妨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探究一下这款性能怪兽的真实体验感受吧。觉得对你的选购会有所帮助的话，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我个人觉得目前用下来，除了去摸鱼的时候那种观影的偷感那其次最好用的还是作为一个串流设备，去串流我的 Windows 主机。譬如说我手头的玲珑主机，我就可以把它放在身边去充个电我蓝牙配对手柄之后，去眼睛端去打开 Moonlight， 就可以串流到我的主机上了。再者我当时拿它去连接无人机的那个遥控器，去打开眼镜里的大疆 Fly 这个应用的时候，就是那种无拘束的自由的感觉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回到硬件部分首先来看一看这套市面上最强的 Micro OLED 加上阵列光波导显示方案本身，分辨率从 Air2 的 400P 突破为 1080P， 画面大小也从26度增加为36度。可以看一下我用 MacBook 它串流的时候的一个文字的表现的对比可以看到 Air3 的画面大小和清晰度可以足够去满足串流办公这种应急的需求虽然荧幕 Air3 它的画面大小相对于市面主流的 BB 光学方案来说不算太高，但得益于它的光波导的这种通透感，显示画面和真实世界这种虚实结合的就非常的自然舒服。BB 光学它自身的有一定墨镜的效应，和现实会存在一定的割裂感。加上光波导方案它在显示的时候正面依然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佩戴者眼睛，这个对于摸鱼场景来说绝对是个刚需我手头的这台荧幕 Air3 的内测样机，把它画面平整度表现我实拍了一下，上下边缘有轻微的内凹，当然相机拍摄的可能比人眼看到还要略微严重一点但是竖向上的话平整性是不错的。色彩方面，荧幕 Air3 通过采用索尼最新的 0.44 寸的 Micro OLED， 它的显示色彩饱满艳丽加上阵列光波导它本身优秀的色彩还原能力，保证了它观影效果是非常出色的。当然由于阵列光波导的光栅的间隙对于纯白画面的均匀性是比较大的挑战可以轻微感受到一些竖向的灰色条纹，当然在彩色画面上是基本是没影响的。此外在部分亮度下的纯白画面下是有一点点水波纹的这种感觉那当然对彩色内容同样是没有影响的。这款屏幕参数是支持最高120赫兹的，不过目前系统默认只开启了60赫兹那对于我们日常的串流也好观影也好是足够的。量产版后续会逐步 OTA 到120赫兹，亮度表现是此次的一个大的升级点，从200尼特到600尼特，一个3倍的提升这个亮度在大部分的室内场景下是没有压力的。那户外基本上还是需要去墨镜片的加持，可以去选配这种夹片式的墨镜片方便户外去快速的安装使用。那这个是我在户外飞无人机的时候有墨镜跟无墨镜的一个显示的对比此次荧幕 Air3 贴心的配备了侧面的光感。通过开启自动亮度功能后，眼睛就可以根据环境的光线来自动调节亮度这个调节过程也是非常迅速的，基本上我这样把它按住的时候1到2秒就可以自动调节了。不过目前感受上自动调节之后的亮度有一点点偏低可能跟光感位置也有关系建议下一代直接放在正面，跟我们人眼感受去保持更一致一些那阵列相对于眼色光波导最大的优势就是正面的漏光表现。可以看到我现在里面有显示内容，我正常的白天室内外都是看不到眼睛的画面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昏暗的环境，比如说晚上，而且它的显示亮度比较高的时候，正面就会透过这个画面。但此时其实它的光因为照着我的眼睛嘛，对面看过来其实就是一个发光的眼睛会更明显一点。这次光波导外观由之前荧幕 Air2 的上半部分阵列拼接下半部分普通镜片的方式改成了整列的光波导。整列相对半列带来的外观优势主要是没有了 Air2 它中间的一个拼接线劣势的话就是我在看一些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的时候，它的一些手机图标之类的亮色的显示的时候就会有重影现象，相对于 Air2 就会更明显一些。包括侧面一定角度会带来那种正面反射区域的反射就会更长一点。荧幕 Air3 这块光波导的侧面弧光现象已经很轻微了，此外侧前方强光会带来我视野范围内微弱的回影现象。
荧幕 AR3 的光波导厚度从2代的 2.35 毫米增加为现在的 3.23 毫米。光机部分它是更隐藏于镜框内不会像 Air2 它侧面就凸起那么明显。加知道光波导它是做了一个侧向的延伸，包括它那个镜框是更纤细整个正面外观就更生活化了。近视片这次采用了和 Go2 一样的自屏方案，面向光波导的一侧做成了纯平的，这样就可以让光波导和近视片更为贴合，正面的外观上也更日常化。摄像头做到了正面中心的凸起区域，厂家默认是给了一个黑色的橡胶盖遮挡摄像头。那这个胶塞比较细小，一个是抠的时候不怎么方便拿取，再一个就是存放的时候容易丢。那希望厂家能够多给几颗就备用一下。我期望的遮挡是能和镜框这个部分材质是一样的，这样就会更和谐一些。摄像头规格是1600万像素，120度的广角，配备了 EIS 电子防抖。目前系统它内置的一个相机功能是只支持竖向的视频和照片的拍摄的，拍摄效果实际效果如下，我感觉是有一定的水桶的效应跟暗角的情况，拍摄的色彩也是比较淡一点的，防抖的效果可以看一下。厂家后续会进一步优化算法，包括横向拍摄的能力。那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安装一些第三方的拍摄软件来实现横屏的拍摄能力目前拍摄的时候是没有隐私提示灯的。此外，我双击开关键的时候会跳出一个拍摄界面但是没法用触控板去操作。我们拍摄好的照片呢，可以通过 USB 去连接电脑，去访问它的 Camera VR 这个文件夹去读取那 Mac 下的话，只能是通过 ADB 的那个 Pull 命令去下载到本地。那再来说说和影幕 AR2 它最大的改进之二就是佩戴。体验过 AR2 的朋友都知道，它佩戴的时候对鼻头的压力是挺大的。而 AR3 则通过后置的电池方式来更加平衡前后的配重，它们两者的配重系数对比一下，带来最大变化就是鼻子压力减小很多。我之前不是还分享了什么用鸭舌帽方案去做无压力的佩戴方式目前来看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我觉得它佩戴感受基本上跟60-70克的那种观影 AI 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包括大部分内测用户也反馈 AR3 的这个整个佩戴比 AR2 和 AR1 都要舒适一些此外，鼻托它也用上更软更耐滑的个空气胶囊鼻托，不过对它这个安装方式来说我觉得它容易掉。也希望跟镜头盖一样能多给几个备份荧幕 AR3 它的镜头铰链调节范围不大，主要依靠它夹缝处这里的一个弹性的凸起的阻尼调节佩戴过程有点像戴帽子一样的这样套上去佩戴稳定性是很不错的，但因为铰链的调节范围比较小，如果你的头型比我更大一些耳朵上方的位置会有夹头的可能性舒适度还需要实际佩戴感受一下。镜腿的后半段的材料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也更环抱我们头部佩戴这么稳定也是有它的一份的功劳的。那我手头的内侧样机左侧镜腿打开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压到这个 FPC 了对了，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新用户，侧面镜腿的宽度是会让佩戴者有那种汽车 A 柱的感觉会遮挡边上的一部分视野，所以出于安全需要就不建议在骑车开车时候佩戴使用。此次麦克风的配置也会更豪华一些，左右镜腿共设置4个麦克风口，按键方面左侧底部是音量加减键，右侧底部是开关键和一个 Type-C 接口。这次 Type-C 接口是同时支持 OTG 和供电的，所以可玩性会很高。比如说去直接接大容量的 U 盘、固态硬盘这种用于本地追剧，或者说连接像我开头连接无人机的无屏遥控去进行操控，再连接 USB 声卡去转换成有线的耳机去使用，或者说那种 2.4G 的接收器。但是这个位置也会带来边充边用的尴尬像我这么插着线的时候，就是有点压迫脸的，而且这么挂着也是不怎么美观的。我也尝试了蛮多的充电方式，鉴于位置的问题，我觉得目前像我在拍摄的时候佩戴的这款边充边用线还是比较优雅的。它前面共有6个触点，所以它接口是没有方向要求的，正反插都是可以用的。充电状态指示灯位于右侧镜腿的反向消音孔边上，亮度还是蛮高的。那此次触控板设置在右侧光机旁边的区域，触控的区域是有所减少的。此外，部分系统界面包括软件里也是不适合去用触控板具体我们后续的操控这个环节去分析这里就是定向音频单元和顶部的反向消音孔，音质音量感觉跟 Air2 是基本保持一致的，声音是偏尖薄的那种，包括它的音量也是挺大的。最大音量下漏音情况我们也实录了一下。最大音量佩戴的时候，耳朵我感觉是有点吃不消的，包括我后续的续航测试，我只能开到最大80%去使用。日常大部分环境下50%的音量就够用了。此时呢，它的漏音情况会好很多。
目前在没有播放声音的时候，偶尔会有微弱的这种电流的杂音出现啊，那需要厂家来进一步优化一下。以木 Air3 的电池规格是660毫安时，官方推荐充电器是5伏2安啊，实际上我5伏1安也是足够了。因为无论是开机充还是关机充，它的最大充电功率就只有3.3安、3.4样子。实际上我手头的快充也是可以充的，它显示它的充电电压是9伏啊，但是充电功率同样控制在3.3、3.4这个样子。那关机状态我充电时长是1个小时，开机后待机状态充电啊，我充电时长为1.8个小时。一边充电一边观影的时候，都是能保持缓慢增加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些高功耗的操作。它可能会引起过热，就触发这种电池安全的保护，那此时充电就会暂停掉。续航我测试了一下，一般来说室内使用的话，80%的亮度，80%的音量，后台也保持清空的状态啊，这个情况下可以达到2个小时。我有连续拍摄竖屏的，取消预览画面显示，那可以拍摄1小时5分钟，在低于20%的时候它会自动停止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想拍，可以继续进行拍摄，直到完全关机啊。不过很可能这一段素材就没来得及保存了。目前我安装了这么多的软件啊，有一些是在后台会运行的。测待机续航，它基本上续航是在7.5个小时样子。如果说你的系统比较干净，或者说禁用了后台的一些模式啊，就待机续航可以更久一点。通过播放 1080p 在线视频的状态下，我实测了一下眼睛的整体的发热情况。最热的位置位于左侧镜腿顶端啊，就是这块凸起的位置。虽然它在佩戴的时候有凸起外翘的形态，大部分发热位置是触碰不到的，但要根据我们不同头型啊。然后这个弯角的位置的发热依然会接触到我们头皮皮肤，厂家会进一步去优化功耗表现来降低发热感受。在此之前啊，为了更舒适的佩戴使用感受，可以和我一样采用隔热材料。隔热材料我推荐长宽厚是25×15×2毫米的，材质呢是这种带背胶橡胶就可以了。它的右边是不热的，但是我们为了佩戴的整体的稳定性，我就把左右两边都对称给贴了，会更好一些。机身自带的触控板就只适合主界面，包括部分电视应用上去使用啊。主要功能的话，就包括上下左右的滑动，包括单击的确认、双击的返回、长按的返回主页啊。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在设置页面也不能进行操作，就造成譬如说我去连接蓝牙、WiFi 之类的设置，如果说没有戒指的话，就只能去接 USB 鼠标之类的去操作了。不过系统更新后，原厂戒指或者 Touchpad 倒是可以通过近身触控板去点击外设管理啊，这 APP 进行配对管理。厂家此次为荧幕 Air3专门开发了这个荧幕 Ring 3，这个水滴型的戒指比 Ring 2要小巧很多。重量对比如下 ，Ring 3功能上会更强，默认就是飞鼠模式。触控方式相对于按键会更静音，也可以按住触控来实现一个拖动的能力啊，这个就很适合一些长页面的内容浏览。它上面有3个物理按键，分别是左侧的开关键、这里的返回键和功能键。返回键呢，短按返回，长按主页。那功能键主要是在校准色线的需图啊。此外，有遇到配对的问题，可以把它给关机之后，同时按住开机键和功能键来进入一个强制的配对模式。Ring 3在2D 界面的时候是以飞鼠光点的形式进行控制啊，然后进入3DoF 的3D 界面的时候就变成射线操作。目前无论是2D 和是3DoF 下使用的时候，都感觉到有轻微的卡顿现象，这还需要厂家去进一步优化。那采用其他的蓝牙飞鼠，包括自家的 Ring 2，在2D 界面下，这会感觉流畅很多啊。但这类飞鼠就进入3DoF 的界面之后，就不能去操控射线啊。戒指采用的是专用的磁吸充电线，我日常都是直接把它放在收纳盒里面的。戒指续航我实测在高强度的使用情况下，整体使用续航可以达到12.5个小时，戒指充满电时间是1小时20分钟。戒指的开关机指示不是很清晰啊，就特别是关机，我就不能去快速判断它到底是真关机了还是说是休眠了。此外，我也收到了荧幕定制的 Touchpad。它正面就是触控区跟返回主页这个按键啊，侧面呢是音量调节，顶部是功能键和拍摄键。功能键目前短按是息屏和亮屏，和其他键组合，主要是控制音乐啊。目前我们觉得用它来控制音乐功能还不是太重要，可以考虑功能键搭配音量键来实现亮度调节的能力啊。拍摄键目前也没有跟系统的相机功能打通，那有待优化。整体来说，触控灵敏度不错，四周一圈的话还有上下左右的滑动条，也可以去执行按住拖动的操作，整体还是很般配的。当然，在3DoF 下依然是不可以控制射线的。此外，对于蓝牙手柄啊、折叠键盘之类的都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在3DoF 系统下，那除了射线是不可能替代的。蓝牙耳机需要在蓝牙设置里去设置主设备的模式才可以使用。当把它设置为从设备模式的时候，可以只跟手机去配对啊，实现手机的蓝牙播放功能，包括通话能力啊。目前 Emulence 这个 APP 还没有去适配荧幕 Air3，所以还没有类似于手机的来电号码啊这种短信通知的一个提醒的显示的能力啊。
这是通过隐秘参数跟安兔兔测评获得的 HOC 这些参数，按照处理器它的编号和性能分析是很接近69万这个芯片的，但应该是比较新的版本，所以它也实现了蓝牙 5.3 的支持。8+128GB 的运存内存配置，也是属于目前光波导一体机里面的顶级配置了。只是eMMOS采用的是安卓1464位的系统，所以相对于 Air2 的32位的安卓9.0系统，大大提升了开放度和兼容性。无论是手机软件、平板软件还是电视软件，大部分都可以正常安装使用，所以这个想象空间就很大了。不同的需求，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安卓软件去实现。系统自带了应用宝的 IR 版本的应用商店，目前部分软件的最新版安装后，如果有闪退、卡顿这种情况，可以去尝试找一下老版本去试试。如果说需要安装其他软件，可以像上面照片传输的时候一样，就把下载好的这些安装包给放到文件夹里，再通过系统它自带的文件管理器进行安装。也可以进入到开发者模式开发者模式这次没有锁，直接就点击5次版本号就可以开启了。开启开发者模式之后，可以就通过 ADB 方式，包括 Windows 我们可以参考之前我以 Air2 的那个 Qt Script 这个拖动方式因为我主力机现在是 MacBook Air， 所以通过 Homebrand 去安装国内源的 ADB， 也是同样拖动到这个Script 的窗口里面也可以安装的。系统界面主要为底下的状态栏，顶部的左上角为时间和部分通知图标，右上角是更多的提醒，包括介质连接状态电量蓝牙状态。针对光波导眼镜的几个重度使用场景我又安装一些软件测试我自己的相关需求跟效果展示可以供你参考。流媒体你可以看到我一般都是直接安装了3端的观影 APP都可以正常使用。手机端目前有个小问题在播放视频的时候，点最大化之后就不能横屏最大化，画面只是位于视野中心的一个小块。那这个 bug 呢，我觉得是可以保留的，并且有些朋友觉得 Air3 的横屏的视频画面太大了，有些时候对看现实是有遮挡的。那这个时候它反而是需要一个小窗模式去播放视频这个不就直接给了吗？那除了它这个位置就不能去自由放置大部分软件登录目前有2个方式就是验证码和扫码。扫码很多朋友很头疼特别是我们手机摄像头扫码界面去扫眼镜画面的时候，它眼镜画面亮度通常会比较高会过曝，就不容易扫到。那我是怎么操作呢？我就把它给眼镜画面就串流到电脑上，就之前介绍的叫 Qt Script 或者说苹果上的 Script 这个命令来实现眼镜投屏到电脑。那这个时候呢，我再一股脑把所有的眼镜的这些软件都扫码给登录好。系统是没有自带翻译软件我是安装了一个有道翻译官去测试了一下，就包括拍摄翻译跟同传翻译都是可以实现的。那早先在 eMMOS 上它原生应用是可以实现这个能力，但是由于它显示本身的原因如果说画面内容太多的时候就有点看不清这个文字了。制约它的能力的主要还是摄像头的自动对焦能力提词呢，我直接采用的就是剪映，因为它在提词的同时还可以用眼镜摄像头去进行第一视角的拍摄直接就一举多得了。那官方有内置于无线的投屏软件，可以去投手机的流媒体视频包括也可以投 Mac 电脑的画面我们延迟实测了一下，当然也可以通过双端安装的，比如说 Todesk向日葵这些进行串流办公，但不能去安装移动畅联因为它会提示我这个是 root 设备，不让使用。那对于游戏爱好者，可以通过 Moonlight 结合 Sunshine 进行无线串流。此时的串流解码的延迟测试如下。直播功能我也进行一些测试你还别说，这样的第一视角去解放双手的直播，比手机直播肯定方便太多了。同样是也可以看清弹幕注意的就是要安装手机版的，还有就是开播后它的默认摄像头是类似于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可能这个被识别成后置的，所以需要翻转一下摄像头。我测试了几个软件哔哩哔哩直播的时候整体是正常的，就是除了有一点卡顿这种还是需要优化一下的。抖音直播机这种直播开始之后几秒之后就会闪退那小红书直播的时候会出现就无法调用摄像头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紧张，我没有去测试它的过去的老版本这种，所以也是期待官方去进行优化，让我们能够流畅的体验到第一视角的这种直播能力目前设备的3DoF的能力就是通过它这个空间多屏 Beta 这个 APP 去体验的。我们去打开之后，它界面如下，就底部是快捷的应用栏，应用库可以选择我们已经安装的这些应用交互说明的话就是介质的一些操作说明，返回桌面就是退出。整个窗口可以最多放3个应用在空中都是以竖屏的形式展现内容。那3个应用而且是互相贴合的，可以通过中间这个按钮去互换位置，也可以拖动底部的状态来整体去拖动位置目前它的远近大小还不能调节，就默认大小基本就是3个窗口占满我的 FOV
距离我感觉的话，大概在3米样子。目前因为还是开发者预览版，体验上还是有一些问题，譬如说卡顿啊、文字闪烁啊，包括动态的一些形变这种，还需要厂家去进一步优化一下。这个功能在光波导上面，我觉得的确更爽。就像我们在显示环节说的，光波导的高通透感结合上这种显示内容的虚实结合，是更符合我们的一些自然的需求的。摩 A23 采用的是双目异显的方式，所以理论上可以正常去播放 3D 的左右视频跟空间视频。不过呢，目前我手头的这个系统版本还没有推送 3D 的这个切换能力啊，等后续上新这个功能的时候再分享体验。目前以摩 A23 它的 AI 能力啊，主要体现在一个语音交互，去问它一些问题，包括拍照识别能力也是具备的。但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这个能力啊。更进一步的展望，我觉得 AI 加 AR 是很有意思的结合点。如果说像单绿色的这种光波导眼镜结合 AI， 实现的是2D 平面化的一些文字的能力的话，那么以摩 A23 这种双目异显的方式带来的就是彩色真实的空间化的 AI 能力，这会是一个更大的展望空间啊。包括后期它会上线的 AI 自动化的助手，因为它自有的系统嘛，它的权限会很高，所以相对自由的可以去调用系统里不同的应用之间进行协作啊。还有是有一个6道夫的空间应用，空间留言板是基于地理信息和6道夫的能力去实现 AR 新社交的模式啊。这就是以摩 A23 一台撕开了阵列光波导消费级天花板的性能怪兽啊！它用1080p 的清晰度告诉你，虚拟跟现实的边界可以比想象中更为模糊，但性能代价它也无法逃避啊，就是一个续航焦虑啊、发热妥协啊、软件的 bug， 这就是 AR 眼镜的狂飙时代啊！它不仅是我们极客手中的玩具，更是一扇未来世界的入口的门。今天我对以摩 A23 的分享体验就到这里，视频比较长，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能坚持到这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